我一直都很好奇啊，今天它来了，哎呀，其实呢，我只是为了买它呢找一个借口而已。但是既然讲知识呢，就不能马虎啊，那咱们就边拼边讲吧。你很难想象啊，一件衣服它是怎么挡住近距离爆炸的威力的呢？所以呢，它根本就不该叫做衣服，最恰当的比喻呢，应该叫做铠甲。因为看到它的形象呢，就让我忍不住的想起啊，中世纪那些只在眼睛那儿留了一条缝的骑士铠甲，它们倒是都起了同样的作用啊，就是保护穿着它的人。现在最先进、最昂贵的超级防爆服，也只能最大程度的减小爆炸所造成的伤害。在我看来，已经很了不起了啊！毕竟裹在外面的又不是坦克装甲。对啊，既然不是坦克装甲，那它用的是什么材料呢？首先啊，防爆服往往是由好几种的高强度轻质材料分层组合而成的，这样的话就可以针对爆炸的不同伤害类型提供全方位的保护了。其次呢，在这里面起主要防护作用的材料是一个咱们听起来可能还比较熟悉的东西——凯夫拉纤维。熟悉吗？通常有它出现的场合呢，都会伴随着另外一个名字——防弹衣。对了，凯夫拉纤维也是防弹衣里面的主要材料，它是一种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高科技合成纤维。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呢，就注定会成为防弹领域里面最为理想的材料之一了。因为它的强度是同等质量钢铁的5倍，而密度却仅仅只是前者的1/5。韧性好、耐高温、易加工，这些跨界组合实属难得啊！凯夫拉纤维之所以能够有如此的本领呢，主要是因为它特殊的分子结构。来看这张图，有没有一点锁子甲的即视感呢？只不过呢，环环相扣的东西换成了高分子聚合物而已，而且使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化学键还更有韧性、更有强度、更耐冲击啊！当子弹打过来的时候呢，凯夫拉纤维就会因为弹丸的拉伸和剪切而产生弹性形变，在此过程中，子弹的能量被迫向冲击点以外的区域扩散，动能的损耗导致了子弹的速度大大降低，最终被纤维网所拦截了下来，就无法造成进一步的破坏了。当然啊，跟单纯的防弹还不一样啊，防爆服面对的可是爆炸啊，所以它还需要在材料中添加能够阻燃的诺梅克斯纤维，以保护穿戴者免受爆炸产生的高温伤害。另外还不止于此啊，鉴于人体的胸腹部、颈部和头部呢都是高危区域，所以这里的防护也是加了倍的。在腹部这儿呢，就在原本已经之所以特殊呢，指的是放置它们的方式啊。偏着放，这样就可以吸收爆炸时产生的高压，防止穿戴者因为肺部受到高压而窒息了。在颈部这儿呢，可以看到啊，一个被加高了的大领子，让穿戴者的头呢像是被装在了一个喇叭里面似的，画风一下子就不对了。之所以这样做呢，是因为爆炸会导致头部和躯干之间的加速度不同，这样就会很容易造成颈椎骨折。而这个看上去略显蠢萌的加高领子呢，其实是一个绞接在一起的脊柱保护器和支撑式颈托。到了头部这儿呢，首先是一个同样使用了又轻又强的纤维的头盔，其次是用复合材料制成的透明护目镜，挡住了眼睛。看起来呢，这儿是个弱项啊，但也没有办法啊，毕竟从中世纪开始，好像我们就一直缺乏更好的解决方案。你说要是戴个全包的头盔，然后透过 AR 来观察外面的环境，可以吗？似乎也是一个解决思路啊。但是为什么设计防爆服的工程师们就没有想到呢？不应该啊，肯定另有原因啊。我最后呢会分析一下。好了，这样360度无死角的把拆弹专家包裹起来之后呢，我相信防爆效果肯定不会差了。但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啊，装在这里面的可是个人呐，尤其是这个人还往往面对的都是非常极端的条件，比如高温和孤独。于是给他提供温度调节和远程通信，也就成为了另外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事情了。在紧贴皮肤的诺梅克斯纤维层里面呢，还植入了毛细水管网络，这些水管与一个2升容量的储水罐相连，将冰冷的水通过水泵送至防爆服的各个部分，起到冷却的效果。不知道头盔里面是不是也有啊？因为在考虑到底要剪红线还是剪蓝线的时候呢，保持头脑的冷静很重要啊。但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是，这里至少有一个可以续航5小时的通信系统。孤独的时候呢，可以聊聊天；剪线的时候呢，可以呼后援。基本上这就是一件价值20多万人民币的防爆服的全部了。很多的影视作品甚至是新闻画面里面看炸弹嘛，这就相当于是在主动的防护了。在这里呢，主动防护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手眼之间的灵活配合了。所以既不能戴上像宇航员那样的笨拙手套，也很难用 AR 来代替自己的双眼了。
成功的主动防护能够直接避免启动被动防护，当然是更为优先的选择了。这个咱们应该都能明白吧？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二战中，不管是盟军还是德军，都往对方城市上空投下了数氢的炸弹。于是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在投弹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瞄准？又该如何瞄准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先来回答第一点，要不要瞄准？肯定是要的呀，或者咱们可以这样说，肯定是想要瞄准的呀。谁家的炸弹都是花钱买的，当然希望把它投在性价比最高的目标上啦，比方说工厂、铁路和桥梁等等。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怎么瞄准？实际上，这才是真正困扰着空军最大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由于缺少有效的瞄准镜，采用水平轰炸的高空轰炸机只能依靠投弹的密度来抵消精度，冒着极大的风险却收效甚微，这可急坏了各家的空军，于是纷纷提着钱袋子满世界的寻找能够设计出靠谱的轰炸机瞄准器的高人。很多的高人也都站出来尝试了，但就是解决不了。直到卡尔诺顿的出现，这个精于制作精细机械的瑞士人，恰恰也是个极其有爱的人。他想啊，这瞄不准目标的炸弹，随便的就这么往下扔，得要伤及多少的无辜性命啊！哪怕是没有伤到性命，伤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所以我来。于是啊，一个重约20公斤、设计极其精良的诺顿 Mk15型投弹瞄准器横空出世了。它有多厉害呢？两个证明啊，一个是诺顿自己说的，用了这台瞄准器可以准确的把炸弹从5000米的空中丢到泡菜桶里面去，这个好像有点水分啊。但另外一个就是实打实的啊，美军为了研发诺顿的这台瞄准器呢，居然愿意掏出15亿美元。要知道啊，整个曼哈顿计划的投入也不过才30亿美元，一颗原子弹顶2台瞄准器，你就能感受到这是怎样的一台瞄准器了吧？那我们必须要好好讲讲它。一套完整的诺顿瞄准器有2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稳定器和瞄准器。稳定器一方面利用陀螺仪来让自己始终保持水平状态，另一方面则通过与飞机的自动驾驶系统联合工作，修正左右转向所带来的偏角，从而让安装在它上面的瞄准器呢始终都能对准同一个方向。当投弹手需要瞄准目标的时候啊，它会旋转位于瞄准器下方的反光镜，使十字中心正好与目标重合。由于飞机在前进，所以目标肯定是会跑掉的。为了把它始终锁定在中心呢，下面这个反光镜实际上是需要不停旋转的。当然它会自动旋转，投弹手所要做的就是把它调整到一个准确的旋转速度上。接下来就要做一些物理运算了啊。假设需要轰炸的目标位于 A， 轰炸机的飞行高度是 h， 理想情况下丢下一颗炸弹，它会用根号 2h 除以 g 的时间落到地面。但空气是有阻力的，而每一种炸弹由于外形的不同所受到的阻力也是不相同的，所以不能这么算。还好空军之前已经做过实际的实验了，所以也就有了各种炸弹在不同高度落下来所需要花的时间的数据。用这个时间乘以轰炸机的地面速度，就可以得到从投弹时到炸弹接触地面爆炸时，轰炸机飞过距离的地面投影了。这个叫做整体范围。这个整体范围跟炸弹飞过的实际范围有什么关系呢？按理说啊，理想情况下它们应该是相等的，但还是由于空气阻力，炸弹飞行的实际范围是要小于整体范围的。也就是说，当炸弹爆炸的时候呢，轰炸机其实已经离线飞出去一段距离了。这个距离跟轰炸机的空速有关，也是个常数，叫做足迹范围。投弹手只需要在表格里面找到相应的数据就可以了。所以整体范围减去足迹范围之后，才是炸弹飞行的实际范围。现在只需要用一个简单的三角函数，就能够计算出投弹时瞄准镜下方那面反光镜的正确夹角是多少了。诺顿瞄准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控制飞机朝目标直线飞过去，然后当反光镜夹角正好等于计算结果时，触发投弹机构自动完成投弹。不管你有没有听懂但至少呢听起来也好像值15亿的样子，对不对？那它的实战效果能与之匹配吗？完全不能。首先它故障频繁，而且由于它里面装的满满的都是精密部件，一旦出现故障，想要快速修复绝无可能。其次诺顿承诺的泡菜桶精度是在理论条件下计算出来的。他假设飞机是在低空低速投弹，但战场上怎么个低空低速呢？比如装着诺顿瞄准器的 B-17全都执行的是高空轰炸，所以准确率相当的感人。另外，投弹手在这样的高度下还必须要目视目标，你把云放哪儿去了？盟军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由于他们训练和使用诺顿瞄准器时都是在美国中部干燥无风的沙漠里面进行的，而欧洲的上空根本就没有这种条件。
这里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啊，1944年，盟军轰炸位于洛伊纳的化工厂，工厂占地757公顷，目标够大吧？在22轮轰炸任务中，飞机都配备了诺顿瞄准器，并且投下了85000枚炸弹。你猜命中的有多少？10%，而且这10%的炸弹里面又有16%是哑弹。于是，在遭受多次猛烈攻击之后，这所工厂在几个星期内又开工了，非常的讽刺。但其实更讽刺的是诺顿设计出瞄准器的初衷是为了能够精确打击，以减少无辜伤亡。但1945年8月6日，一名叫做伊洛纳盖的 B-29轰炸机投弹手正式使用了诺顿瞄准器瞄准广岛，投下人类第一枚原子弹的这件事，并没有人告诉卡尔诺顿。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这是一个旋转爆震火箭发动机的模型，外壳呢被我切去了一半，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演示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了。当然事先我要特别声明一下，它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演示模型，跟真实的旋转爆震发动机呢肯定是千差万别的。因为我也没有见到过真的嘛，所以只是基于我对它的调研和理解来制作的。大家看着玩玩就行了，有错误呢就帮我指正，有资源的就可以帮我去联系真的看看去哦。好，回到它的身上，所谓旋转爆震，指的是它跟普通火箭发动机喷出燃料的方式和燃烧燃料的方式呢都是不一样的。先来看普通火箭发动机是怎么做的啊。燃料和氧化剂呢会从发动机的顶部连续的喷出去，在燃烧室中混合，并由同样连续点火的点火器点燃燃烧。但点燃之后的火焰前锋必定会跟混合好的燃气前锋有一个错位。如果想要将这些燃气完全燃烧，则火焰前锋必须要追上这些燃气前锋才行啊。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绝大部分的发动机里面的火焰前锋到最后呢都是追不上燃气前锋的，于是就会有一部分的燃料被白白的浪费掉了。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火焰前锋的速度低于1马赫时，此时的燃烧呢被叫做是爆燃。而只有当火焰前锋的速度更高，比如大于甚至是远大于1马赫时，它才有可能会追上燃气前锋，尽可能的使它们充分燃烧。而此时的燃烧呢就叫做爆轰了。当然人人都喜欢爆轰啊，因为它大大提高了燃料的效率嘛，起步至少就是个5%。5%好像不是那么高的样子啊。那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土星5号火箭第一级装满燃料之后的重量大约是2200吨，其中燃料的重量就有多少呢？2060吨啊，占了整体质量的93%还要多。如果这个时候用上旋转爆震发动机，哪怕燃料效率只提高个5%，其质量就能减少大约103吨，活生生的就省出了好几枚猎鹰9号的干重啊！夸不夸张啊？但想要引发爆轰所需要的能量非常之大，而且至今人们对于它如何启动的底层逻辑还是没有掌握的有多么透彻的，只知道如果给它足够多的时间和空间的话，它自己就能把自己逼上极限了。比方说用这样的又长又细的管子来作为燃烧器，在这个里面燃气喷出被点燃之后，一开始的方式还是相当传统的爆燃，但是随着火焰和燃气一并以极高的能量往后面进发呢，在某一时刻爆燃就能够转变为爆轰了。于是，在冲出喷口后，就带来了更多的推力。这样的发动机呢，叫做脉冲爆震发动机。虽然听上去好像比普通发动机要来得高级多了，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脉冲这2个字上。因为每一次点燃之后，都需要等待这一次的燃烧从爆燃演化到爆轰，再等着这些高能废气全部从管子里面喷出去之后，才能开启下一次的循环。所以它所能提供的推力呢，并不是连续的，而且其实在此过程中的浪费也不少啊，效率说实话是没有提高太多的。同时，它还有第2个硬伤，虽然结构简单，但是也很占用空间啊。长管子是它的刚需，你必须要为它找出一个放得下它的地方才行嘛。硬生生的将其伸到外面去，像什么话呢？所以你看啊，不连续要长度，这2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手段呢？当然有啊，工程师那么聪明，一想，我把笔直的跑道给你头尾连在一起，掰成环形，不就等于是长度无限了吗？然后我为这个环形的跑道准备一个环形的排气口，不就能让爆轰之后产生的废气沿着垂直于我燃烧的路径排出去了吗？不影响我一直燃一直绕圈圈了呀 ，perfect。所以咱们来看看模型啊。在旋转爆震发动机的底部呢，是有这样一圈的喷口的，它们会依次喷出燃料与氧化剂的混合燃气，并在一开始点燃之后呢，沿着这条跑道转起来。与此同时将废气连续的从尾部的喷口喷出去，制造出比普通发动机要大得多的推力，简直结构简单，原理清晰啊！
但就是怎么也造不出来，直到最近。是的啊，其实旋转爆震发动机的原理呢，早在上个世纪人们就知道了，甚至在 NASA 设计和试验他们用在土星5号上面的那个史无前例的巨大的 F1发动机时呢，还意外引发了旋转爆震的现象。只是那个时候的他们呢，是想尽了办法想要避免，而如今呢，则是想尽了办法要利用啊。其实之前造不出来的原因呢，也很简单，材料、工艺和计算机仿真都是不行的嘛。你以为让火苗子在这个圆环上以超音速稳定的跑起来很简单吗？完全不是啊，它超难，每一个节点都相当的重要。要不是现在有了强大的计算机仿真，很多它在里面发生的事情呢，人们都是搞不清楚的。比方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是一个火苗子，有的时候呢又是2个、3个？为什么有的时候这2个火苗子能够相安无事、间隔稳定的在一起跑，而有的时候又是你追我赶碰到一起就变得不稳定了呢？总之啊，不断的用模拟来试错，总是好过不断的将真的发动机给炸飞吧。另外，材料也很重要。刚才我们也说了啊，爆轰的能量极其之高，普通的材料是完全 hold 不住的。NASA 之前刚刚连续试验成功的旋转爆震发动机呢，用的就是一种全新开发的铜基合金，并且还使用了 3D 打印才能够加工成功。为什么要用 3D 打印呢？咱们来细看一下这些燃气喷嘴的构造啊。举一个出来，喷嘴里面的泡面是这个样子。有熟悉它的朋友吗？好，咱们放大了一下看看啊，你看这个上面呢，就是这个喷嘴的出口了，里面一左一右分别有2根输气管，它们会分别将燃料和氧化剂注入到燃烧室里面。它们的造型是不是有点挺特殊的呢？懂的朋友肯定已经知道了，它们叫做特斯拉流体二极管，或者我们更熟悉的是特斯拉阀。它这样的特殊造型呢，有助于让流体单向流动，而不使用任何的移动部件。在这个旋转爆震发动机里面，由于火焰的移动速度极快，燃气的喷口呢就需要在几毫秒内实现开闭的动作，并且还要在此过程中抵抗废气往里面倒灌嘛。常规带有活动部件的单向阀是根本无法满足这种极端的要求的，只有上特斯拉阀了嘛。但是这样的特斯拉阀传统要怎么去加工呢？去车、去铸、去切削，几乎是没有可能性的嘛。而 3D 打印就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吧。对了，如果你对特斯拉阀还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可以去看看我早期拍的一个视频啊，或者可以积极的给我留言啊，我可以送你们几根这样的特斯拉吸管了。正好夏天就快要到了啊，用它来喝饮料，你就能够亲自感受一下这2端它的吸力是不是一致的，就能够有更深的体会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模型发动机啊。你注意到它的喷嘴的形状了吗？它采用的不是一个传统的中型拉瓦尔喷嘴，而是一个气间喷嘴。当然，由于旋转爆震发动机需要一个环形的燃烧室，套在中央的气间喷嘴呢，就很自然的成为了它的最匹配的喷嘴形式了嘛。而且气间喷嘴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它可以在更大的高度范围内更加有效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发动机为了让它最有效的工作我们是希望喷嘴出口处的排气压力正好就等于外部的大气压力的。如果外部大气压力高于排气口处的压力呢，发动机就会在过度膨胀的状态下运行，此时喷出的气流会与喷嘴分离，造成能量损失。而如果外部的压力低于排气口处的压力呢，则发动机会在欠膨胀的状态下运行，此时的喷出气体会马上向外膨胀，也将导致能量的损失啊。但想要实现这样的平衡，我们就必须要随着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和外部环境来随时改变喷嘴的形状才行。战斗机的喷口是可以这样调整的，因为它毕竟还是比较小嘛。但是火箭发动机的喷口怎么操作呢？太复杂了。但是你反过来看气间式的喷嘴呢，它的确是有点像是把传统的喷嘴整个从里到外给翻出来用啊。在海拔较低、外部气压较高的时候呢，排气被压缩到气嘴上，而气嘴呢，则可以重新将这些排气定向为笔直的向下，没有分离，就没有额外的损耗。而在海拔较高、外部气压较低时呢，则排气会相应的膨胀，压缩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是依然会沿着气嘴笔直而下，还是没有带来损失啊。整体的适应性就更强了，的确是旋转爆震发动机的绝配啊。当然，原理搞懂离实际应用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的。想要让火苗子在这个圆环上面稳定的燃烧，还是有很多的研究要去做的。只能说离它去改变我们的传统太空探索方式呢，也许已经不久了。2017年，菲律宾马拉维爆发冲突，恐怖分子使用 RPG-2这种略显过时的反坦克火箭筒来打击政府军的轻型装甲车。
这个呢是一种采用聚能装药的破甲弹，其独特的药形造会在后面的高爆炸药爆炸之后呢，形成一条高温高速的金属射流，以此来撕开坦克的装甲，在内部造成致命的破坏啊。于是乎呢，为了应对这个来自于过时武器的威胁，政府军也用上了一样土味防御术，他们将木板甚至是瓦楞纸板串起来之后呢，绑在了装甲车的周围，利用它们来抵御 RPG。哎，你是不是觉得他们的脑袋有问题啊？连军制钢板都挡不住的东西，拿个瓦楞纸板就能挡得住吗？哎，唬小孩也不带这么玩的嘛。所以他们到底是什么动机呢？哎，动机就是这玩意儿还真是能够防住 RPG 哦。哎，当然不可能完全防住但铁定能够减少 RPG 所带来的伤害。这是因为虽然聚能装药在爆炸之后产生的金属射流非常厉害，但是它对作用距离也是非常敏感的。要是没有紧贴着装甲射出来的话，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木板和瓦楞纸板的作用呢，并不是要挡住这股金属射流，而仅仅只是希望 RPG 弹头早点碰到它们，早点爆炸，早点释放射流，早点把能量消耗殆尽而已。哎，其实你发现没有它们的作用和我之前也讲过的一些俄罗斯坦克炮塔顶上焊着的那些铁笼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哎，好，但如果装甲车辆要防的是没有过时的反坦克武器，他们又该用什么呢？用 ERA 爆炸式反应装甲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这些装甲的外观呢，其实非常明显通常都是一些方方正正的砖块的样子，被加装在坦克炮塔和车身的四周。当然也有造型独特一点的比方说俄罗斯坦克上面的这种蚌壳外观的 ERA 和美国坦克上面的这种瓦片外观的 ERA。至于他们为什么要长成这个样子呢？我们稍后再说现在先从最基本的 ERA 构造开始讲起。在一块最典型的也是最原始的爆炸式反应装甲里面呢，有3个模块，或者说是有3层，它们形成了一个夹心饼干的造型。最外面是一片被叫做是飞板的金属板，中间夹着的是一层高爆炸药层，而在最后面呢，紧贴着坦克自身装甲的，这是另外一片被叫做底板的金属板了。当破甲弹的金属射流碰到爆炸式反应装甲中间的高爆炸药层时，这层炸药呢就会被引爆，从而将外面的飞板给炸开。当飞板快速往外移动时，由于它跟破甲弹的金属射流之间呢有一定的夹角，就会迫使这股金属射流不断的穿越飞板上全新的区域，从而消耗其能量，使其在到达坦克自身的装甲时呢就很难再穿得进去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在爆炸时是为坦克制造出了一块临时的更厚的虚拟装甲但是这个东西吧，你要是玩得不好呢，是会伤到自己的。其实早在1949年，这种以爆制爆的附加装甲的概念呢，就已经被一位苏联的科学家给提了出来。只不过在当时他们错误地计算了装在这种装甲里面的炸药的数量，结果导致过于猛烈的爆炸，直接就把坦克的内部也给报销了。当场就吓呆了一众苏联的领导人，这不妥妥的给敌人递刀子吗？哪能这么玩于是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就直接叫停了这个极具想象力的研究，根本就不给任何改进的机会ERA 于是就这么被雪藏了20年，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它才又重新焕发出了光芒。但这次就跟苏联人没什么关系了先是挪威的科学家曼弗雷德·赫尔德重新发明了爆炸式反应装甲的技术，然后呢是以色列慧眼识珠，看到了这项技术的潜在优势，于是便第一个将这种装甲安装在了自己的坦克上，出现在了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当中。效果当然是相当卓越于是世界终于就开始接受这块板砖了。苏联于1983年首次使用 ERA， 美国也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当中呢，首次将 ERA 装上了 M60 坦克。而如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战坦克的身上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了。当然今天的 ERA 呢，已经不是当年的那块 ERA 了。一开始 ERA 仅仅只是对破甲弹是有效的，对主要靠动能来穿透装甲的穿甲弹则几乎是无效的，因为它无法偏转或是破坏穿甲弹那根极其坚固也极其高速的钢针嘛。另外，学习了 ERA 的防御之道之后呢，连破甲弹也升级了新招他们开始使用串联装药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里面其实是有2个战斗部的，前面战斗部的聚能装药呢，只适用于消耗 ERA， 而真正去对装甲实施打击的是后面的第2个战斗部。由于此时已经没有 ERA 来防御了，它当然就更有机会造成杀伤嘛。于是 ERA 的升级之路也就拉开了帷幕先是1个夹心饼干变2个夹心饼干，
第一块干掉串联战斗部打头的那一个，那剩下的第二块呢，当然就是为了第二个战斗部预留的了嘛，使串联装药的反坦克导弹呢绕不过去了。接着再来把2块ERA像个蚌壳一样摆成个尖角冲着外面，并且呢将我们刚才讲的顶在外面的那片飞板加厚，让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弹芯碰上它时也能被其偏转掉，丧失大概30%的穿甲动能。再后面就更先进了啊！你玩聚能装药，我也玩聚能装药。在这种第3代爆炸式反应装甲里面呢，就已经不再是几个夹心饼干的概念了，而是并排着铺着很多的聚能装药啊！不管是碰上穿甲弹、破甲弹还是反坦克导弹，它都能够在受到刺激后迅速依次爆炸，形成很多横向砍过去的高能金属射流，阻断或者是砍断来袭的威胁了。总之啊，矛和盾之间的竞争呢，已经陷入了白热化，谁想把谁干掉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哎呀，的确是相当矛盾啊。如果说鱼雷是水面舰艇的噩梦的话，那么深水炸弹就是潜艇的噩梦了。它会造成或漫长或骤然的死亡。显然，漫长的死亡比什么都可怕。深水炸弹呢，并不需要直接炸到潜艇上，只需要在它周围炸开就够它受的了。一位潜艇老兵是这样形容的：爆炸声就像一个巨人抡着柄千磅大锤，一次次的向潜艇侧面砸来，每一阵冲击波都会将艇内的我们震得东倒西歪。为什么深水炸弹这么厉害呢？我恰好找到一段水下爆炸的慢镜头，咱们一起来看看。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在爆炸瞬间会产生出第一波冲击波，接着由爆炸制造出来的气泡会迅速扩散，带来第2波的冲击。再然后，气泡被水压缩，压缩后积蓄了能量，又再度膨胀，带来第3波，如此反复，直到能量耗尽。但是锤子呢，却已经抡上了第 N 波了。尽管潜艇本身就是为了抵抗压力而建造的，但这种由深水炸弹产生的爆炸超压，还是会造成艇体进水、管道爆裂，甚至艇体破裂，直接就葬身水底了。2战中期呢，为了对付藏得越来越深的德国 U 型潜艇啊，美国采用了一种类低型的全新深水炸弹 MK9 型，配合上专门的压载重量和尾部鳍片，它可以比之前的 MK6 下沉得更深、更快、更稳。通过提前设置其内部的水压引信，当深水炸弹下潜到一定深度时，就会被引爆，从而逼迫潜艇上浮。但有个问题啊。既然潜艇一开始就是潜在水下躲起来的，那水面船只又怎么能发现它呢？甚至还能够设定出准确的爆炸深度呢？其中一些呢是在它们还浮在水面上时就被盯上了，而另外一些则来源于情报。1941年5月，英国人从一艘被迫上浮的 U 型潜艇上缴获了一样好东西，那就是德国人的机密恩尼格玛密码机了。这个消息被严格保密，因此德国人并不知道，还在继续发送经过恩尼格玛密码机加密的信息给其他的 U 型潜艇及其支援舰船。英国人这边呢，将密码机同缴获的文件两相结合，就把这些加密的信息给破译掉了，于是便能够定位和击沉更多的 U 型潜艇了。在战争片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像这样空投炸弹的画面，其中有一个细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这些航空炸弹的头部和尾部都装着一个像是小螺旋桨一样的东西，并且随着炸弹下落，气流吹过它们，这2个小叶片还会快速的旋转起来。那么它们究竟起什么作用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把它们弄明白。先把答案丢给你啊，它们是炸弹的引信。所谓引信，最明显的目的就是要让炸弹爆炸的哦。对的。但它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更加重要，却是很反直觉的目的，就是让炸弹不要爆炸。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今天的视频也会分成3个部分来把这件事讲给大家听。第一，为什么航空炸弹上面要用这样长得像是一个小螺旋桨的东西来当引信呢？第二，这样的引信具体是怎么工作的？第三，为什么一个还不够，非要装2个呢？好，下面我们就进入主题啊。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引信的2个目的上面来，一个是使炸弹爆炸，这个太显而易见了，我们就不必再多说了。另一个是使炸弹不要爆炸，该怎么理解？准确讲应该是防止炸弹在离开飞机之前就爆炸。你仔细想想啊，虽然这根炸弹的目的是完全相悖的，但是在把它扔到敌人头上之前，不要误伤自己，难道不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吗？尤其是考虑到炸弹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就更应该为此捏一把冷汗了。
飞机上的颠簸，遭遇炮火后的震动，落出弹仓时相互之间的碰撞等等，哪一个环节对于碰撞敏感的炸弹来说不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呢？但它就是碰不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炸弹撞针和底火压根就是错位的，哪怕碰得再厉害，连撞针都给碰动了，可底火不在那儿，它依然炸不起来啊。只有当炸弹被扔出弹仓之后，它才有可能重获爆炸的自由，而这份自由呢，就是由这个小小的螺旋桨交到他手里面的。不知道各位听到这儿有没有一个疑问啊？如果仅仅只是为了让炸弹舱内不炸舱外炸的话，那完全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机构，在炸弹被释放的一瞬间解除它的保险，让撞针复位嘛，就像扔手雷之前那简单又帅气的拉栓动作一样，干嘛搞什么螺旋桨呢？实际上飞机上的拉栓动作有的，但螺旋桨的地位也是不可替代的。为什么呢？因为螺旋桨建立起了一个无法越过的、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差错的起爆前提。举个例子，要是用普通的保险栓，在炸弹出舱之后就立刻解除保险，那万一在地毯式轰炸时一口气扔了太多炸弹，它们一出去就纠缠到了一起，然后不小心就撞炸了，怎么办？你说此时它是离自己人更近呢，还是离敌人更近呢？所以这种情况是要绝对避免的。而螺旋桨在炸弹上呢，它应该叫做隐性的空气叶片，必须要旋转起来，并且还一定要转上相当的圈数之后才会解除炸弹的保险。这等于是设了一个前提条件，而这个前提条件还只能是把炸弹丢出去，并且让它在空中飞过一段距离之后才算完成。其结果就是航空炸弹对自己人而言相当安全。当然，有朋友可能就会有疑问了，很多炸弹不也是赤裸裸的直接挂在机身外机翼下吗？飞机前进时吹过来的风让这些空气叶片转起来，等转够了，保险也就解除了，不是照样危险吗？所以我刚才说了，飞机扔炸弹时呢，也是要拉一下栓的。具体来讲，当炸弹还没有被扔下去时，引信上的空气叶片是被一个安全插销固定着的。这个插销的一端通过一根线与飞机相连。当炸弹投下时呢，线还留在飞机上，于是插销就被自动拔掉了，叶片也就可以自由的转动了。当炸弹下落，空气往上吹时，引信上的叶片也被吹得快速旋转了起来。连着叶片的是一个最高可以达到1000倍的减速齿轮机构，而减速齿轮用来驱动装着撞针的套筒往外走，慢慢的撞针外移来到激发位置。与此同时一个巧妙的机械结构也让原本与撞针不在一条直线上的底火进入到撞针的视线范围，一场轰轰烈烈的爆炸于是便一触即发了。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到底是需要空气叶片旋转几百圈、几千圈，还是几万、几十万圈呢？取决于不同的炸弹和不同的目的。所以你会看到，有些炸弹落地即爆，而有些炸弹呢，落地后还需要等一会儿再爆。等一会儿再爆的那种叫做延时引信，它还有更复杂的结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以后会专门做一期来讲一讲的。现在还是让我来回答我们今天提出的第3个问题：引信装一个还不够吗？为什么还分别要在鼻子上和尾巴上各装一个呢？它的目的是可以让投弹手有更多的选择。一般来说，炸弹鼻子上装着的都是非延时或者是延时很短，最多也就延时几秒的引信，而炸弹尾巴上装着的则通常是可以延时更长的引信，从数分钟到100多个小时不等。这2个引信的空气叶片上都插着安全销，而安全销都用绳子连在飞机上，投弹手可以选择让炸弹飞出去时扯下或者不扯下谁的安全销。我们还是举个例子来说明假如一枚炸弹的鼻子上装着的是一个非延时的引信，而尾巴上装着的是一个延时5秒的引信。好，装着它的轰炸机呢出去执行任务了，这次的目标是敌人的一个机场。如果飞过去一看，飞机都整整齐齐的停在停机坪和跑道上，那就在投弹时把炸弹上的安全销都扯掉，或者是呢只扯掉鼻子上的引信的安全销，这样炸弹触地即炸，给敌人停在露天地面上的飞机造成了最大的伤害。而如果飞过去一看，飞机都装在机库里面，那就只扯掉尾巴上的引信的安全销，让炸弹在碰到机库屋顶时不会爆炸，而是在砸穿屋顶落入机库后再爆炸，使伤害效果最大化。要我说这看起来挺草率的2根绳子，其实真的妙到不行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点赞关注，然后转发给更多的朋友看吧。我是火箭叔，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一个好玩的故事但是首先呢，我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哪个国家军队的战斗力是最强的呢？
好，不管你说的是哪一个国家，都一定不会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个，因为它是列支敦士登，一个面积只有16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4万，被夹在欧洲3沟沟里面的世界第6小国家了。怪了，它哪里来的战斗力啊？好，故事开始啊。我们都知道欧洲全是小国，但是呢，其实在一战之前，他们被分得更碎。比如德国就是由很多个松散的联邦组合而成的，所以在这些联邦当中呢，就总有几个自认为是膀大腰圆的家伙，想要站出来当老大，一统江湖嘛。普鲁士和奥地利就是这样的2个角色了。为了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这2个国邦之间呢，就于1866年发动了一场普奥战争。好，当时欧洲的结盟关系呢也非常复杂，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啊，就说2个特别奇葩的国家，意大利和列支敦士登。当时意大利和普鲁士之间呢是有着结盟的关系的，而列支敦士登则跟战场的另外一方奥地利结着盟，所以哪怕自己根本就没有几个打仗的人，也必须要象征性的意思意思嘛。东拼西凑的呢就派出了一支80人的队伍去支持奥地利了。这本来就是被迫上阵的啊，更别说是一个县城大的小国了。没有夸张啊，放在我们这儿可不就是一个小县城吗？所以哪里能够有多大的战斗精神呢？巧的是啊，跟他们搭台打对手戏的，恰好是欧洲著名的划水大军意大利。这2哥们一看，懂了，咱比的不是谁能打得过谁啊，而是谁能够划水划得过谁，对不对？那就好说了啊，你品红酒来，我吃牛肉，舒舒服服，清清闲闲，样样不落啊。每天只是躲在营地里面只守不攻，这2个队伍就这样不约而同一拍即合了起来，哪里像是在打仗呢？当然啊，期间实在要是觉得有点过分呢，也顶多就是开几个无伤大雅的枪抽呢，意思意思，随后又保持这种微妙的和平了。就这样一直就到了普奥战争结束啊，他们居然没有发生任何的伤亡，这已经够奇葩了吧？但更奇葩的还在后面。我们一开始说的啊，列支敦士登好不容易凑了一支80人的队伍去参战，可回来一数，不对啊，怎么变成81个人了？哪有打仗还把人数打多了的情况啊？这个得查。结果你猜是啥？原来多出来的那一个是奥地利的士兵了。关于他为什么要跟着那80壮汉回到了列支敦士登呢？我看到了2种说法。一种呢是说他迷路了，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跟错了人，回错了国。另一种呢是说他原本是奥地利安排给列支敦士登的通信官，一看战争结束，奥地利惨败，就不愿意回国，宁愿流亡，列支敦士登算了。但是我觉得也许情况还有第3种，那就是在这段时间呢，他跟列支敦士登的士兵们混久了，觉得这个小国还是挺有意思的啊！你看什么事儿在他们眼里面都不是事儿，我也要过这种日子嘛，于是就去了。但甭管真的是怎样啊，他的确是受到了列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的。最后咱们总结一下，你看，在残酷的战斗之后，不仅没有伤亡，甚至连人数还越打越多。你说这种战斗力，谁人能及呢？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呢有一个特殊的训练项目，叫做最小间隔起飞。它假想一旦核战爆发，怎样才能让尽可能多的 B-52轰炸机在基地收到导弹袭击警报后的15分钟内迅速升空躲避，以免被一锅端掉。而之所以要卡住这个15分钟呢，基本上就是基地被摧毁之前能够争取到的最大逃生窗口期了。这就意味着每架 B-52的起飞间隔只有12到15秒左右，简直比周末商场停车场的出口还要繁忙啊！但是有个问题啊，它发动汽车嘛，简单得多啊，领了钥匙就直接能走了。而飞机，尤其是这种装了8台喷气式发动机的巨无霸轰炸机，也能够说走就走的吗？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还真不是啊！别说是8台，就算只装了2台，比如普通的民航客机上，想要从零把喷气式发动机启动起来，也不是一个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完成的事情，因为本质上它每次都要经历一个从外输血到制造血的漫长过程。怎么讲啊？这是由涡轮喷气或者涡轮风扇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它一方面呢需要先将空气吸入，然后加压送入燃烧室燃烧后才能喷出来驱动涡轮旋转发挥作用。而另一方面啊，如果涡轮不先旋转起来，就无法驱动前面的风扇和压气机叶片来吸入空气，提供给后面的步骤。这样一来啊，整个循环从一开始就是跑不通的嘛，很像是一个经典的鸡蛋问题。如果没有蛋，就不会有鸡。但如果没有鸡的话，又哪儿来蛋呢？相当矛盾，是不是？那么在飞机上，我们是这样解决的：抓另外一只鸡过来，先下一个蛋好了。
这只鸡呢就叫做辅助动力装置，它的作用是先去推涡轮一把，等于是给发动机输了第一滴血，然后发动机再慢慢的靠这滴血循环起来，直到自己也能够造血了，就满血上岗吧。当然，血只是一个比喻辅助动力装置又叫做 APU， 它提供的是压缩空气，而且它实际上也是一台涡轮发动机，只不过呢体积比较小，靠电池就能够启动了。如果你去机场有注意观察的话，通常都可以在客机的尾巴尖尖上看到一个小洞洞，那就是 APU 了。它通过长长的管子跟主引擎连在一起，所以飞机的启动步骤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第一步，打开电源，机上的电脑呢开始工作 ，APU 也做好了准备。第二步，启动 APU， 产生压缩空气，同时也将输往主发动机的燃油泵给打开。第三步打开其中一个主引擎的启动开关，让 APU 制造的压缩空气进入到它的启动机。其实这个启动机呢是一个由很多齿轮和变速箱组成的气动马达，它连在主引擎的高压轴上，可以使高压轴旋转起来，所以连着高压轴的高压涡轮机和高压压气机也就开始旋转起来了，空气开始被吸入，它们自然也能够转得更快了，于是制造出了更高的空气压力。这个时候高压涡轮机后面的低压涡轮机也被吹着旋转了起来，而连着低压涡轮机的是低压轴，它又连着前面的低压压气机和更前面的大风扇。这个大风扇一转起来就更了不得了嘛，为发动机里面呢提供了更多的空气循环，一触即发。但你仔细看现在整个发动机里面还是没有任何的燃烧的，这些旋转进气吹动全都是由 APU 吹出来的第一口气给激起来的，所以到了第四步就该是让燃料搞点事情了。打开燃料的加压阀，用 APU 提供的压缩空气来将燃料加压后喷入燃烧室，和空气混合后点燃，制造出更大的燃气压力，推动后面的涡轮机转得更快了。好了，到了这一步呢，主引擎的制造学已经建立起来了，当然也就完成了整个引擎的启动步骤了，可以切断 APU 准备起飞了。不过咱们刚才只是启动了一台引擎而已。是的APU 太小，一次只能顾得上一个，所以现在呢，这只已经长大的鸡得要扮演为另外一只鸡或者别的更多的鸡下蛋的角色了，用它生产的压缩空气来启动其他的引擎，重复刚才的步骤。所以整个过程它快不了嘛，必须得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做好才行好了，到了装着8台引擎的 B52身上，它就意味着至少也要花掉1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了。另外呢，它还有一点小小的区别就是因为最新的一架 B52都是在1962年就已经下线的，那个时候既不流行在飞机的尾巴上装 APU， 而在 B52的尾巴上呢，还想装都装不上呢，因为它需要的是尾炮。于是正常情况下呢 ，B52的启动呢都是靠连在地面上的一台辅助动力装置完成的。别的飞机当然也能这么干，只不过使用 APU 呢是更为标准的流程罢了。虽然这个地面上的辅助动力装置可能比飞机屁股上的 APU 要大一点，但依然还只是一次只能照顾一台。从节省时间方面呢，其实并没有啥优势的。所以这么说起来这15分钟升空的最小间隔起飞，就是个大忽悠咯。还真不是 ，B52是真有绝活的。来看这段视频，这名士兵往 B52的发动机舱里面塞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是一阵黑烟，接着发动机它轰鸣了，它启动了，有没有快到炸裂就当我前面的话都没有说人家根本就不是这么玩的。那它怎么玩呢？靠炸弹来玩那个被放进发动机舱的是一个小型的炸弹，它会在爆炸之后产生大量的压缩气体，而这些气体呢，正是接替 APU 来推动发动机的第一滴血。最关键的是8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放入8枚炸药嘛，一起炸一起转咯。通过这样的极端手段 ，B52可以最快在2分钟内完成起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然后一窝蜂的飞到天上。所以看到它的发动机冒黑烟呢，千万不要去想，是不是因为它老掉牙了？人家再老，但身板也过得硬嘛。而且再说一个冷知识它的发动机不仅仅会装炸药，还有可能要装上水
是的啊，除了最后一个装着涡扇发动机的 B52H 以外呢，之前的 ABCDEFG 型号上面装的介武器涡喷发动机里面都会在最小间隔起飞时灌上水和燃料一起喷哦，用这样的方式来提供额外的推力。你看它们穿过的那层层的黑烟呢，就是混了水的燃料在燃烧不充分时冒出来的样子啦。可见 B52是真黑科技啊，难怪美军说我还要再用它1个世纪。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